这个是在更新之后我们看到的城市特效，有不少玩家跟我反馈说他们出现这样子的画面，不管是在自己的城市里面选择皮肤的时候，还是在外面的时候，你观看别人的城市特效也是这样子。但是我看到多数的截图都是手机的画面啊，因为我自己用电脑版来看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个问题发生，就是我这里看到的画面是正常的，它依旧还是会有特效出来，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手机那边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编码有问题之类的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我们来更新一下官方到底更新了什么东西，大家可能没有发现到的东西，或者是有一些争议的地方。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就是城市特效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外，还有包括官方近期说要更改的，回收我们这些采集争议的道具。那这边道具的兑换比例应该是以1:2的方式来兑换的，像我这边用8小时跟24小时的食物，总计加起来的数字换算成小时的话，总共有38936小时。但是他给我的食物这边是81150个食物，但是他那个数字只是说这个道具给我多少个而已，实际上他这个道具是写1万的食物，所以那边整数加起来的话，他总共是给了我差不多8亿的食物，我觉得也算是不错啦，也是拿到蛮多的资源的。但是或许会有一些比较认真的观众想要去计算，如果我用回之前的8小时或者是24小时食物产量的话，可能我产生出来的资源会比起官方这边给回我的资源还要更多，或许会这样子去计算呢。那我个人是觉得说无所谓啦，因为反正说我可能都没有办法用完这里所有的产量道具，他这样子直接给我资源我会比较容易接受啦。但如果你要认真一点的话，可能你自己就要亲自去计算了哦。如果你开了这个8小时的资源产量，或者是24小时的资源产量之后，是不是真的有比较多？你们可以想一下，我玩这个游戏玩了半年的时间，但是我的这些食物增产的道具还可以拿到这么多个，还有1000多个，所以我什么时候才会用完呢？这个是未解之谜，所以他反而直接给我道具还会更好一些。不然像我这个24小时都有1000多个，我要持续玩1000多天，差不多3年接近4年的时间。当然这个也是有根据玩家的游戏时长啦，就好像我玩了久一点，所以我拿到比较多的产量道具，可能你是刚开始玩游戏的玩家，可能就没有拿到这么多，你会觉得说你拿到这些资源产量可能会比较值得一点，像你日常用的话，这个就看你们自己怎样去衡量了。我是觉得说他这样子给我会比较好一点啦。另外一个玩家投诉的地方就是 VIP 的部分，因为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写到你的 VIP 等级越高，你的资源产量的速度就会越高，这个产量是替代了原本我们之前用的道具。那玩家投诉的地方就是有一些小号他的 VIP 点等级没有这么高嘛，他就感觉说好像你迫使了一些玩家必须要把自己的 VIP 等级提升的高一点，你才可以拿到更加多的资源产量。像有一些玩家他们的小号可能就 VIP 12而已，这边增加 63% 的速度，但是如果是到 VIP 18的话，它这边是直接生产 90% 的速度，他们就觉得这样子不公平。但我觉得这种东西是相对的，因为你在提升到 VIP 18之前，你也是要花很多钱去购买礼包，又或者是你的账号要很强才可以加入一个比较强的联盟，可以拿到比较多的 VIP 点数嘛。当然有一些玩家就会好奇说，原本他这边提升的数值是多少？那么刚好国服这边是还没有更新啊，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就是之前跟之后的数值提升了多少。像国服这边还没有更新之前是提升 3% 的资源产量，更新之后变成 10%。 VIP 2从原本的 5% 变成 15%。 VIP 3从原本 7% 变成 20%。 VIP 4从原本的 9% 变成 28%。 VIP 5从原本的 12% 变成 37%。 VIP 6从原本的 15% 变成 40%。 VIP 7 18% 变成 43%。 VIP 8 21% 变成 46%。 VIP 9 25% 变成 50%。 VIP 10 29% 变成 54%。 VIP 10 33% 变成 58%。 VIP 12 38% 变成 63%。 VIP 13 42% 变成 67%。 VIP 14 46%
16%变成71%，VIP 15%变成75%，VIP 16%变成80%，VIP 17%60%变成85%，VIP 18%65%变成90%，VIP 19%65%变成90%，SVIP 也是一样。那我们的重点还是它究竟是有变得比较好了，还是变得比较差，有没有被削弱了？那我们先要搞清楚它这个资源产量在你们使用之后会提升多少，会增加25%的食物产量嘛？像我们从 VIP 0这里做比较的时候，确实是有减少的，就是它只是提升2%而已。VIP 1的时候也就提升7%，只有到 VIP 5的时候，它才是差距25%。所以就讲，如果你是 VIP 5之前的玩家，你的增益都是低于25%的。但是在你们 VIP 5之后，数量就会不一样了。接下来后面的提升跟差距呢，全部都是相差25，也就是我们用道具的那个差距而已，并不会说你的等级越高，你的增益就会越多。好像我们这边 SVIP 换算下来，你拿90减65，其实也是25%的提升，它只是直接把那个产量加在我们 VIP 里面而已。所以像有一些玩家反馈说，哦，我的账号可能 VIP 10，然后我的大号有 VIP 18或者是 SVIP， 就觉得自己大号的资源产量会比起小号还要更多。其实这个是否定的，除非你的小号 VIP 等级是低于 VIP 5才会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是有长期用你自己的小号的话，其实不太大可能只有 VIP 5而已，应该都会到 VIP 9以上了，所以大家不需要太担心这一点。而且我反而觉得直接加在 VIP 会更好一些，因为有时候我就连我自己小号都会忘记开一些产量道具，而且现在我们除了那个产量道具可以开之外，还有包括这个24小时的道具，我们可以一次性用很多个了。就比方说现在我开了8个，我直接按使用，它就会持续8天的采集，速度提升，你们可以看这里，这样子你就不会忘记了。但是我有收到一些玩家反馈说，这个采集道具原本我们可以用资源去在那边购买，但是现在需要花宝石才可以购买，而且是一定要用宝石。那我们就验证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我这边会用我几个小号来测试看看会不会有那个驿站一定要用宝石才可以购买采集速度的道具。那我自己的主账号是没有出现到啦，这边是已经出现到了第一个，不过我们之后还会再刷新看一下是不是全部都要用宝石。这边了刷新第2次依旧还是要用宝石，刷新第3次依旧还是要用宝石，刷新第4次依旧还是要用宝石，刷新第5次这边没有出现，最后一次刷新这里依旧还是要用宝石来购买，然后我不能再刷新了，我们再切换下一个账号。这个是我第2个小号的驿站，这里可以看到已经有第1个需要是用宝石购买的，刷新这里有出现3个道具，但是全部都是要用宝石来购买的，再次刷新出现了2个依旧还是要用宝石，再次刷新还是需要用宝石，再刷新还是需要用宝石，而且3个全部都是要用宝石，最后一次刷新这里就没有出现采集速度提升的道具了，再切换下一个小号。第3个小号这里出现2个道具，但是也是要用宝石购买，刷新第1次依旧还是宝石购买，第2次还是宝石购买，而且3个都要用宝石，再次刷新依旧还是要用宝石，还是要用宝石，最后一次刷新没有出现。这个是我第4个账号，也是来看一下驿站这边出现一个道具要用宝石购买，刷新第1次宝石购买，刷新第2次宝石购买，刷新第3次宝石购买，刷新第4次宝石购买，最后一次刷新依旧还是宝石购买。那会不会原本这个道具就是需要用宝石购买的呢？我们切换国服的账号，那我是已经切换到国服的账号，这边是写中文的，我们来看一下驿站那边是不是可以用资源购买。首先第1个跳出来呢是需要用宝石，我们刷新，第2次你们看到吗？就已经可以用资源去购买了，但是在国际服现在是完全只能用宝石而已，但是这个是8小时加速啦，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24小时可以用资源购买。我刚讲完这里就已经出现了第1个可以用资源去购买的24小时采集速度提升道具。那我们再继续刷新下一个，这里需要用宝石，再刷新24小时可以用30万的食物去购买，还有8小时需要用宝石去购买，最后一次
次刷新，8小时可以用9万的资源去购买，是不是巧合呢？我们再切换下一个账号，这个是我们第2个账号，这里第一次就已经出现了用30万木材就可以购买的24小时加速，刷新第一次一个8小时的，刷新第2次一个24小时，刷新第3次一个24小时，但是需要用宝石购买，刷新第4次，这里一个可以用资源购买，2个是需要消耗宝石，最后一次刷新一个需要宝石购买，24小时可以用资源购买。所以我觉得这个并非巧合，而是之前我们是可以用资源去购买，但是现在我们是完全不能够了，只能用宝石购买。那么关于这个道具的问题，或许对我们老玩家来说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因为你们可以看，就连我的小号都有200多个，差不多可以用整年了，甚至我的大号更多，加起来应该都可以用差不多3-4年左右了。但是对于那些新玩家或者是一些比较弱的玩家，可能他没有拿到这么多这个道具的话，就比较吃亏一点，他们就少了这个50%的提升，采集速度就会稍微慢一点，或者是他们就需要花宝石去购买。我觉得这一点上面呢，可能玩家会感到不舒服或者不高兴了。为什么之前可以用资源购买，现在要强迫我要用宝石？我们的宝石要花在很多地方，根本都不够用了。虽然我这边测试下来，我有好几个国际服的账号都是需要用宝石才可以在驿站那边购买啦，但是我不确定会不会隔了2-3天之后可以用资源购买，只是我暂时看到全部都是需要用宝石购买而已。你们这个只能暂时作为参考，当然如果你们去驿站那边看到能够用资源购买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啦。你们也是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现在只能用宝石购买而已。接下来再说一下其他的更新新加入的东西，就有包括头像框，这个是这一次活动礼包的头像框，看起来也是蛮可爱的。如果你们的头像刚好卡到这边，你就会变成海盗船长。另外一个头像框呢，是配合阿卡琉斯新推出的皮肤所推出的，在浮光月影那边可以拿到，浮光月影那边是必须要花钱的，你不花钱的话基本上是拿不到这个皮肤的。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有不少玩家说他们不是很喜欢这个皮肤啦，然后你们也可以看到，就连他的技能特效也是有做改变了，不只是他的外貌而已。那你们看报告的时候也是会出现一些特效、新的装饰之类的，这个是他的行军特效也是有不一样了。但是在统帅栏这边暂时是没有看到佩拉约传说版本的外貌，在紫色这里也是没有看到他进阶之后可不可以改变样貌或者是其他的选择按钮之类的。关于城市主题方面没有看到任何新的城市主题，所以有很大可能这一次的活动依旧还是旧的皮肤返场，没有设计新的史诗级皮肤，但是名牌就有设计一个新的海盗的皮肤。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邮件是说佩拉约之后会加入博物馆，但是暂时还没有看到它是什么争议啦，我们必须要等到7月2日的时候才可以看到。最后还有关于过滤模式的部分啊，有些玩家说之前不是已经更新了吗？之前是更新了，但是这个视觉简化呢，它一开始是没有出现在这边的，是感觉到你的画面开始卡的时候它才会在右手边这边出现，但是现在它是永久挂在你的游戏画面这边，你可以直接点开过滤模式，然后直接勾选简化，不会像以前那样只要等到你卡的时候才可以勾选，你可以提早预判你的画面会不会卡着，提早勾选。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这一次更新的内容啊，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更新，但如果我们实际比较起来，就是像我刚刚所讲的，你可能没有发现到的一些小细节，像我们现在只能用宝石去购买这个资源采集速度提升的道具，还有 VIP 的比较到底有没有变多或者是变少。所以各位在看了今天这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尤其是在驿站那边到底能不能够继续用资源去购买这个采集速度提升的道具。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